在室外录 Q&A 的形式 Q&A。出发前先喝一个。找我说的能量饮料，就是喝一瓶可以顶一顿饭，我觉得是骗人的。我拿这个当早饭，从来没有喝饱过。今天天气还可以，所以就出去玩。墨尔本之前冬天一直到现在差不多4-5个月一直都很冷，然后好不容易温度稍微回升一点，结果又开始下暴雨，下了好久。在小红书上看到好多好像留学的朋友们要来墨尔本了，格兰托真的是个好地方，所以来了之后可以有空去逛一逛，景色也好，吃的也好吃。我印象里，你一去就知道我印象正不正确。是你记忆中的味道吗？不是，艾玛换了一个吃，因为那个太难吃了。什么？就在这录 Q&A 吧。不行。欢迎来到今天的 Q&A。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阿帕，我想问一下，我明年618买 iPad Air 5会不会太晚了？怎么说呢？永远不会太晚，你只要想买，买得到。我感觉这个问题具体意思就是明年买可能更便宜，但是不是配置上的话就又更落后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到明年618还有半年，然后有可能会有新的 Air 出来吗？我具体没有看，但是就算出了 Air 5的芯片是 M1，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性能还是过剩的。我感觉如果你用 iPad 用的那些功能的话，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然后 Air 5又支持2代的 Apple Pencil， 所以你要写画画，然后充电啊什么的也都挺方便的。只要价格能更便宜，有什么晚的呢？下面第二个问题是，应该是关于 iPad Pro 的，因为是在我 Pro 视频下面。Pro 买512G 好还是 1TB 好？因为运行内存一个是8G，一个16G， 平常轻度剪辑，不知道两者差距大吗？16G 会不会用得更久点？但会不会太浪费？大家问这个问题就很矛盾。16GB 我相信肯定能用更久一点，但你说浪不浪费呢？只要你预算够，也不算浪费。但是我自己没有用 iPad 剪辑过，所以不太清楚8G 和16G差别大不大。但是我感觉这个芯片现在特别是芯片是 M2 了嘛，我感觉8GB 的话可能也是够用的，因为联想到现在很多人应该还在用8GB 内存的 MacBook Air 做剪辑，如果轻度剪辑的话，我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你只要不要拖太多的4G 素材进去。后期帮我 P 成广告招租位啊！下一个问题，你好，想问一下14 Pro 买多大内存合适？14 Pro 应该是手机吧？然后这个内存应该是问存储空间多大合适？这个问题太个人了，那看你现在手机用到了多少。因为像我之前的话是用的128，但是128基本上满了，快要超过，然后我导文件的时候会发现有时候128就挺不方便的，所以我是买的256。那你看你个人现在这个手机，比如你已经是256了，然后又用的很满，游戏很多，照片很多，视频很多，那你就上512。如果你拿手机创作很多视频，比如你拍短视频、拍抖音、小红书什么的，买1TB 也可以嘛，你等于手机拍摄、剪辑，然后上传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了。拍照玩游戏还是比较难到那么大，对啊，所以就得看问问题的这个朋友自己手机是怎么用的。有蜘蛛网吗？没看到。大海，全是水。下个问题，主要用途影视后期剪辑，推荐一下具体配置。这个是问的关于 MacBook Pro 的尺寸的大小，就看你个人的习惯，你是偏好小一点、大一点，然后外出携带的多不多，这个便携性都是自己考虑。那我买的16寸，因为我觉得做剪辑如果不外接显示屏的话，本身的屏幕大一点会做起来更轻松一点。其实我在去年自己买了之后也做了一些研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期视频内容，应该会更准确更具体。我一会儿会把我买的那个配置放在这边，你就能看到了。我现在自己在外面我也不太记得了。都是蜘蛛网。
这石头不会垮吧？哦，这石头真的是晃的。下一个问题是留言给 iPhone SE 的，看来这个我的顾虑消除了，不用拒收快递退货了。看到这个留言让我想到最近有关于那个 iPhone SE 4的一些消息，我先和这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设计，苹果会把 iPhone SE 从现在有 Home 键按钮改到全面屏，然后 John Prosser 说是有可能看起来和2018年出的 10R 比较接近，比较相似，但他没说完全一样。然后也会有刘海，屏幕的大小是 5.7 到 6.1英寸。苹果正在考虑到底用哪个大小的尺寸，然后郭明基是他自己的观点是更相信就用 6.1 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更确切的消息。刚刚我有没有提会有刘海？反正是还是会有刘海的，如果沿用那个设计的话。另外是 Touch ID 还是 Face ID 呢？因为现在 iPad 上有很多它用的其实是那个电源键按钮的 Touch ID 而不是 Face ID， 所以郭明基觉得 iPhone SE 4可能会用上类似于那个一些 iPad Air 和 Mini 上用的那个 Touch ID， 就是跟那个电源键按钮在一块的。那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有 Face ID 吧，因为它既然都已经把那个 Touch ID 改掉了，那为什么不改的和现在别的主流的 iPhone 的机型一样的 Face ID 呢？不这么做的话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们看吧。最后一点是关于芯片 ，iPhone SE 4可能会在2024年出来，那到时候的话，可能他们会用上的会是 A16 芯片了。有只狗，你道歉。回到刚刚讲的，因为他这边讲了，因为下一代 SE 4可能要到2024年才出来，那2024年的话就已经是 iPhone 16了，用的就很有可能就是 A16 芯片。那到时候 SE 就有可能会用iPhone 15里面的 A16 芯片。这些大概就是我正好看到的一些关于 iPhone SE 第4代的情报。但是目前来说苹果没有在2023年更新它的计划，所以一切要到2024年才能看到。以上就是今天 Q&A 的所有内容。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在室外录 Q&A 的形式怎么样？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讨论问题，也记得多给我留言，也记得点赞、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的科技爱好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你要不就走到那个凳子坐下来吧。